杰夫到底有多爱好初代宝可梦的羊毛？自从在第5世代在跟头后，杰夫就越发意识到，与其费尽心思设计全新的宝可梦，再大把资源去让大家从零开始认识这些新面孔，还不如给老黄瓜刷刷力气接着卖。毕竟不管在哪个领域，情怀这张牌都非常好使，大家也非常吃这一套。于是我们便看到近些年杰夫疯狂薅起了初代宝可梦的羊毛，不停给他们出新形态、新进化，来试图拉老粉丝回坑，新粉丝入坑。但你别说，这番操作的纳新效果还真就不错。有多少脱坑的人因为他们的出现又重新关注宝可梦了呢？本期视频我就来聊聊杰夫这些年究竟用了多少力气和手段对初代宝可梦进行了2次加工。那么点个关注，开始本期视频吧。时段1 Mega 进化。在第6世代，宝可梦引入了新的进化系统 Mega 进化，一种让最终形态的宝可梦再次进化的新系统。但在这46只获得 Mega 进化的宝可梦中，光初代就占了15只，分别是 Mega 妙蛙花、Mega 水箭龟、Mega 喷火龙 XY、Mega 大阵风、Mega 大比鸟、Mega 狐狸、Mega 呆壳兽、Mega 耿鬼、Mega 代兽、Mega 凯勒斯、Mega 暴鲤龙、Mega 化石翼龙以及 Mega 超梦 XY。在情怀加强大实力加酷炫外形的加持下，他们的风头甚至一度盖过了第6世代的新宝可梦。代兽这种之前无人问津的冷门宝可梦，更是因为 Mega 进化来了个大翻身，一跃成为了对战冷无缺，一时风光无限。喷火龙和超梦也因为自身超高的人气，获得了 X 和 Y 2种 Mega 形态。毕竟有人气又能赚钱的宝可梦，理应享受更多的优待嘛。手段2地区形态。杰夫可能是在 Mega 进化上尝到了卖情怀的甜头，于是彻底不装了。在第7世代引入地区形态时，把所有名额全都给了初代的宝可梦。于是雷丘、叶丹树、嘎啦嘎啦和拉达一家、川山王一家、九尾一家、3地鼠一家、喵喵一家、小泉石一家、臭臭泥一家，以全新面貌阿罗拉的样子出现在了大家眼前。其中阿罗拉6尾和9尾的设计和人气，甚至比原版还要高。猫老大和臭臭泥也借由地区形态提升了强度，开始活跃在对战中。阿罗拉叶丹树更是凭借自身超绝生态感，实现了对原版椰蛋树的完全替代。现在一提到椰蛋树，大家更多想到的都是这棵长脖子椰蛋树了吧？总之，地区形态是杰夫其 Mega 进化后又一次成功的创新，还顺理成章的成了宝可梦的常驻系统。此后，喵喵、大葱鸭、肯泰罗、双段瓦斯和烈焰马一家、呆呆兽一家、风速狗一家、顽皮雷丹一家以及关东三圣鸟也接连获得地区形态。借由初代宝可梦的影响力，他们的地区形态也成了每世代新作的宣发重点。手段3超级巨化。不同于单纯变大的极巨化，宝可梦的超级巨化在外形上则会有所改变，于是这又给了一众老精灵翻新的机会。初代宝可梦自然当仁不让，在剑盾33只超级巨宝可梦中，初代独占12席，喷火龙、妙蛙花、水箭龟、八大蝶、耿鬼、怪力、巨前蟹、拉普拉斯、卡比兽，借此机会又增加了新形态，并且极巨化并不像 Mega 进化那样仅限于最终形态，因此皮卡丘、喵喵、伊布也有幸在列。即便他们之中不少已有 Mega 进化或地区形态，但没办法，有人气就是可以为所欲为。手段4趋同进化。在诸子中，宝可梦又引入了一个新概念趋同进化。不同种类的宝可梦会因为一些原因演化成相近的外形，也就是说，只要在已有设计的基础上修修改改，再找点由头补充一下设定，就可以把它当做一只新宝可梦了。于是杰夫基于3地鼠一家设计出了海3地鼠一家，基于毒刺水母一家设计出了陆地水母一家。即便它们是2种完全不同的宝可梦，但无所谓，能蹭到初代宝可梦的热度就行，把它们拎出来做宣发，总比新宝可梦有话题度吧。同样在诸子中引入的新系统还有被谬宝可梦，它们是来自于当下不同时间线的宝可梦，也就是现代宝可梦在古代或未来的样子，所以也只需要在原版的基础上缝补修修改改就行了。于是胖丁和3合一次怪就突然多出了个老祖宗侯教伟和沙铁皮，他俩较现在的样子多了一些原始和野性元素，但不妨碍大家一眼就能想到胖丁和3合一次怪。手段6不全进化链。不管是 Mega 还是极巨化，其实都带有一种外挂性质，官方说不给就能不给。地区形态、趋同形态和被谬形态，说到底和原版是2种不同的宝可梦。阿罗拉臭臭泥再强，跟我臭泥臭臭泥也没什么关系啊，臭泥又不能进化成阿罗拉臭臭泥，所以打铁还得自身硬才行。因此再向上进化一段，就成为大家最愿意看到的翻新老精灵的方式。初代的大嘴蝠、火爆猴、3合一次怪、大眼蛇、大舌头、钻角蜥兽、蔓藤怪、海刺龙、飞天螳螂、电击兽、鸭嘴火兽、伊布、多边兽，就在后世代得到了再次进化。而对于一些进化链还算完整的宝可梦，杰夫则通过分支进化来帮他们增加新的家族成员，像是佐鲁草、蚊香蝌蚪、呆呆兽、飞天螳螂和伊布的家族就有幸得到了壮大。虽说翻新老精灵有炒冷饭之嫌，但谁叫这碗冷饭香啊？不
不知道大家是个什么情况，反正我自己就是在第40代回坑的。在得知自己喜欢的宝可梦获得进化后，真的很难不去关注一下。目前还没被翻新的初代宝可梦还有大嘴雀一家、阿波怪一家、尼多王、尼多后一家、派拉斯一家、摩鲁俄一家、可达鸭一家、大石花一家、嘟嘟利一家、白海狮一家、刺甲贝一家、迷梦魔人一家、金羽王一家、宝石海星一家、多次菊石兽一家、镰刀盔一家、快龙一家，以及百变怪和梦幻。我估计在即将发售的宝可梦传说 Z 中，他们之中就会有不少获得 Mega 进化或者地区形态吧。那你觉得哪只宝可梦最有可能拿到新形态、新进化呢？留言大家来讨论一下吧。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宝可梦杂谈视频，还请点个关注，你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那么下期再见，拜拜。